劉宇寧反差感刷屏出圈，一句寶寶甜到上頭，一條長項鏈又把荷爾蒙拉滿。最近的劉宇寧真的有點殺瘋了，前腳還在綜藝裡輕飄飄喊出一句寶寶，把網友甜得瘋狂循環，後腳又在開始推理吧錄制路透裡，穿着粉色低領背心搭配牛仔外套和金屬長項鏈現身，整個人鬆弛又野性，直接把另一波討論推上熱搜。一個是軟萌稱呼，一個是冷感穿搭，一個讓人心動到捂嘴笑，一個讓人忍不住盯着看。兩種畫面放在一起，核心就2個字：反差。而且這份反差還不是硬凹出來的，不是團隊強行包裝，也不是刻意設計人設，而是劉宇寧身上本來就有的多面氣質自然流露出來了，所以網友才會越看越上頭，越刷越覺得有意思。先說那段出圈的綜藝名場面，在《地球超新鮮2》的錄制片段裡，王玉雯給劉宇寧出了一個小挑戰，要求他不要像平時那樣喊姐，而是要在不經意間自然喊出寶寶。這個任務看似簡單，其實特別考驗分寸感。寶寶這個稱呼本身就自帶甜味，喊得太認真容易像偶像劇營業，喊得太隨意又可能沒有氛圍感，稍微過火還會顯得油膩尷尬。可劉宇寧接得非常快，幾乎沒怎麼扭捏，順着現場氛圍就來了一句：你就這樣，寶寶，不是那個文。短短一句話，效果直接拉滿。前半句寶寶剛出口，甜度才剛剛上來，後半句馬上又把曖昧氣氛打散，瞬間變成喜劇效果。原本大家以為會看到一段甜甜的互動，結果被他幾句話拐成了好友互怼式的輕鬆畫風。王玉雯聽完哭笑不得，直接調侃他老演員了，旁邊的龔俊也跟着接梗，現場氛圍一下子就活了。這段為什麼能火？不是因為稱呼本身多稀奇，而是劉宇寧處理得太自然。他沒有故意壓低嗓音，也沒有硬擺深情表情，更沒有把整段互動演成工業糖精。他只是順着當下語境輕輕帶出來，既有一點溫柔，又有一點好笑，甜而不膩，聊完立刻破功，這種狀態反而最戳人。更關鍵的是，熟悉劉宇寧的人都知道，他平時其實並不是那種特別愛說甜蜜稱呼的人。直播裡粉絲喊他寶寶寶貝，他經常會露出不好意思、招架不住的表情，還會用玩笑把話題帶過去。他性格裡有很明顯的東北式幽默，直爽、嘴貧、愛接梗和軟糯撒糖這類標籤看起來並不完全貼合。偏偏就是這樣一個平時會抗拒親昵稱呼的人，真正進入表演狀態時，卻能把寶寶喊得自然又清爽。這種反差才是網友最吃的點，嘴上說不行，演起來卻很會，平時害羞躲閃，入戲時又1秒切換，明明能把氛圍感拉滿，卻偏偏還要自己把曖昧拆掉，留下滿屏笑點。所以大家反覆刷這段，不只是為了聽那2個字，更是在看劉宇寧身上那種溫柔和搞笑同時存在的奇妙魅力。這也是他綜藝感很強的地方。很多藝人在綜藝裡會等着別人拋梗，或者提前設計好反應，難免顯得用力。劉宇寧不太一樣，他的很多有趣瞬間都像是現場自然發生的。他能接住對方的話，也能快速判斷什麼時候該認真，什麼時候該搞笑，什麼時候該制造氛圍，什麼時候又要把氣氛拉回輕鬆狀態。王玉雯那句老演員了聽起來像調侃，其實也說中了重點。短短一句稱呼背後，考驗的是表演分寸、臨場反應和綜藝節奏。既要把親昵稱呼說得不油膩，又要讓互動不冷場，還要讓觀眾覺得好笑又心動，這不是隨便誰都能完成的。而這邊寶寶的熱度還沒完全過去，另一邊劉宇寧的開始推理吧錄制路透又把話題推到了新高度。6月23日，劉宇寧前往蘇州參與節目錄制，當天上班穿搭曝光後，立刻引發粉絲和網友熱議。他穿了一件粉色低領背心，外搭牛仔外套，配上墨鏡、耳飾和一條長款金屬項鏈。最吸睛的就是那條項鏈，吊墜垂落的位置剛好在胸肌附近，視覺存在感特別強。於是話題劉宇寧項鏈長到胸肌了迅速發酵。這個標題直白又有畫面感，讓人一看就想點進去。更絕的是，這套造型本身也很有反差。粉色背心本來是很柔和的單品，穿不好容易顯得軟弱或者稚嫩，
牛仔外套帶着休閒感，金屬長項鏈又有冷硬鋒利的搖滾氣質，再加上劉宇寧將近1.9米的身高和舒展的肩頸線條，整個人既有鬆弛感，又不缺男性荷爾蒙。粉色沒有削弱他的氣場，反而讓他身上的硬朗感更突出。金屬項鏈雖然誇張，但放在他身上並不顯浮誇，反而成了整套造型的點睛之筆。背心、牛仔、項鏈、墨鏡幾個元素碰撞在一起，既有歌手的舞台感，又有日常路透裡的隨性，帶着一點不羈，一點性感，還有一點漫不經心。這套造型能引發討論，重點其實不在於露膚，也不只是項鏈位置，而是劉宇寧真的把這種風格撐住了。如果換一個人穿粉色低領背心加長項鏈，可能很容易被服裝壓住，或者顯得刻意耍帥。但劉宇寧的優勢在於他身形高挑，肩線舒展，氣質裡本來就有歌手舞台積累下來的鬆弛和野性，所以這套穿搭在他身上不會違和，反而放大了他的個人特色。那條長款金屬項鏈更是關鍵，如果沒有它，這套造型可能只是簡單的粉色內搭加牛仔外套，但項鏈一出現，整體風格立刻從清爽日常變成了帶有搖滾氛圍的潮流造型。吊墜自然垂落，不需要刻意展示身材，畫面已經很抓人。這也是網友會瘋狂討論的原因。大家表面上是在玩梗，調侃項鏈長到胸肌，實際上是在認可他的身材狀態、穿搭駕馭力和鏡頭表現力。再回過頭看，寶寶和長項鏈這兩個話題看似毫無關係，一個是綜藝互動，一個是路透穿搭，但內核其實完全一致，都是劉宇寧身上的反差感被網友捕捉到了。語言層面，他平時不愛甜蜜稱呼，可表演時能自然喊出寶寶，還會馬上用幽默打散曖昧。視覺層面，他穿着自帶柔和感的粉色背心，卻靠身形、氣場和金屬配飾穿出冷感和荷爾蒙。前者讓人想反復聽，後者讓人想反復看，雙重熱度疊加，自然就形成了刷屏效果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兩次出圈都不是靠製造爭議，也不是靠刻意營銷。劉宇寧只是正常錄節目、正常上班，卻因為真實狀態和個人氣質被放大討論。這種不經意的出圈，反而最容易讓路人產生好感，因為觀眾現在越來越不吃硬凹人設那一套了。比起端着完美姿態的標準化帥哥，大家更喜歡有真實反應、有臨場感、有鬆弛感的藝人。比起提前寫好的甜寵劇本，觀眾更容易被自然互動打動。比起精修大片，很多人更愛看路透裡一瞬間的真實狀態。劉宇寧剛好踩中了這些傳播點。他能帥，但不會一直端着帥；他有荷爾蒙，但不會油膩；他能制造氛圍感，但也敢親手打破氛圍；他能認真演，也能隨時變成喜劇人。這種不怕破壞完美濾鏡的狀態，反而讓他的魅力更有親和力。從藝人發展角度看，劉宇寧身上的多面性也很難得。站在舞台上，他是嗓音有辨識度、情緒表達飽滿的歌手；進入影視劇，他可以變成古裝世界裡的俠士；到了綜藝裡，他又是嘴平真誠、反應很快的大男孩；到了線下路透，他還能輕鬆駕馭粉色背心和金屬長項鏈，解鎖另一種潮流辣感。每當觀眾以為自己已經熟悉他，他又能拿出新的一面，打破固有印象。娛樂圈很多藝人依靠固定標籤出圈，但標籤用久了也容易讓人審美疲勞。劉宇寧的優勢就在於他的不同面貌並不割裂，反而能融合成一個更立體的人。他可以前一秒溫柔喊寶寶，後一秒用搞笑台詞把大家逗樂，可以穿粉色背心卻不顯軟糯，戴誇張項鏈卻不顯廉價，可以在直播裡自我調侃，也可以在舞台和鏡頭前釋放強烈氣場。溫柔、幽默、鬆弛、硬朗、野性、真誠，這些看似不同的特質放在他身上，竟然都能成立。這也是為什麼他的出圈點總能被網友放大。普通一句稱呼，到了他這裡就變成經典綜藝名場面；普通一條項鏈，到了他這裡就能衍生出熱門話題。不是單品或台詞本身有多神奇，而是劉宇寧這個人自帶故事感和討論度。當然，熱度背後也離不開他長期積累下來的業務能力和觀眾緣。
劉宇寧並不是只靠外形被討論，她能在綜藝裡快速反應，能把控互動節奏，能讓甜味和笑點同時存在，這都說明她對鏡頭和現場氣氛有很強的判斷力。而路透造型能出圈，也說明她的狀態管理、身材線條和時尚表現力都在線。今年的劉宇寧已經36歲，但從近期曝光的畫面來看，她的精神狀態和外在狀態都保持得很不錯。無論是錄製節目時的反應速度，還是路透裡的身形氣質，都能看出她對自身狀態有長期管理。對於一個同時兼顧音樂、影視、綜藝和各種工作安排的藝人來說，能持續保持這樣的穩定輸出並不容易。所以說，這播出圈靠的不是一句寶寶，也不是一條項鏈，而是劉宇寧身上那種很難複製的混合氣質、高挑身形、低沉聲線、搖滾氛圍、喜劇天賦、直爽性格、演員狀態，以及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溫柔。這些特質單獨拆開看，娛樂圈裡或許都能找到對應的人，但全部集中在劉宇寧身上，就形成了只屬於她的辨識度。她能把親昵稱呼喊得清爽不油膩，能把粉色背心穿出硬朗氣場，能把誇張金屬項鏈戴得不浮誇，也能在綜藝互動裡把分寸拿捏到剛剛好。觀眾喜歡她的原因，歸根結底就是2個字：自然。不刻意營業，卻能讓人心動；不故意耍帥，卻能讓人停下來看；不強行製造話題，卻總能產出讓人討論的名場面。這樣的劉宇寧確實很適合當下網絡傳播。一句寶寶，不是那個吻，讓大家看到了她溫柔又搞笑的一面；一套粉色背心加長項鏈的路透造型，又讓大家看到了她野性又鬆弛的一面。前者甜到上頭，後者帥到出圈，2種風格同一天刷屏，難怪網友紛紛表示，劉宇寧這反差感真的有點招架不住。嘴上說受不了，行動卻很誠實。視頻一遍遍循環，路透一張張保存，話題點開一次又一次。劉宇寧或許只是正常完成工作，但屏幕前的觀眾早就開啟了細節觀察模式，連一句稱呼、一個眼神、一條項鏈的長度都能被大家反覆品。這就是他現在最明顯的優勢，只要開口就有記憶點，只要出現就有討論點，只要狀態在線，就能把看似普通的瞬間變成出圈名場面。劉宇寧的反差感之所以迷人，不是因為他刻意在甜和野之間切換，而是因為這些面貌本來就屬於他。溫柔是真，幽默是真，荷爾蒙是真，鬆弛也是真。正因為真實，所以才不油膩；正因為自然，所以才讓人越看越上頭。